苏若离的一番话，令蔡彩子和秦傲雪一瞬间便明白了武道的奥秘与门槛所在。人能看到世间万物，能感受到身边的一切，但唯独感觉不到自己的内在。按照苏若离所说，只要能够打破普通人只有对外感知的桎梏，真正掌握内窥的方法，就能够感受到经脉与丹田的存在。届时再搭配完整的武道心法，就能够学会气运丹田，冲破经脉。想到这里，两人信心也增长了不少，只等着正式开课之后，能够在洪长青的教导下真正领悟武道的玄妙。秦傲雪此时信心满满，握着粉拳坚定不移地说道：我一定要成为真正的武者，绝对不能给叶大师丢脸。蔡彩子微笑道：傲雪，你有这个信心就太好了，咱们两个人只要有一个成功入门，就算没辜负叶晨君的期望，我要是入不了门也不用担心，起码还有你兜底。秦傲雪连忙说道：别啊，蔡彩子，我还想你能给我兜兜底呢，毕竟你的武学造诣比我强多了。咱们俩那次比赛，要不是叶大师给了我一颗丹药，我哪能是你的对手？一旁的苏若离微微一愣，随即笑道：傲雪既然吃过叶大师给的丹药，至少顶得上别人苦修好几年的，有这个基础，就肯定能够入门。放心吧。秦傲雪恍然大悟，笑着说道：若离这么一说，我就踏实了。说罢，他看着蔡彩子，大有深意地笑道：蔡彩子，叶大师这么心疼你，肯定也给你吃过丹药吧？蔡彩子羞赧一笑，心里不禁想起当初自己重伤在京都疗养，叶晨血液忽然出现，救下自己又帮自己疗伤的一幕幕，一种强烈的幸福感瞬间充满心头。直至今日，蔡彩子依旧觉得京都那个血液是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，没有之一。秦傲雪眼看蔡彩子竟然羞红了脸，便八卦不已地问她：蔡彩子，叶大师当初是专程去日本给你送的药吗？蔡彩子羞臊地说道：不是啊，叶晨君是去日本办事，顺便给我送药。秦傲雪嘻嘻笑道：我猜办事是假，送药才是真。蔡彩子脸颊通红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在三个女人身后不远，与他们一样身着练功服的龙思琪将三人的对话都听进耳中。他在不远处悄悄打量着三个女人，惊讶地发现这三人竟一个比一个漂亮，尤其是那个被称作蔡彩子的日本女孩，简直美到不可方物。而他更惊讶的是，这几人似乎都是叶晨的红颜知己，聊起叶晨来，神情之中或多或少都有些羞赧与期待。而就在他们说话间，后面不少人在喊着叶先生。几人回头一看，便见叶晨和万破军一起走了进来，万龙殿的将士以及何家的成员都在恭敬地向叶晨鞠躬问好。叶晨向众人点头示意，秦傲雪连忙朝着叶晨招了招手，欣喜不已地说道：叶大师。叶晨冲他微微一笑，没有注意到另一侧的龙思琪，而是直接来到三人跟前，笑着问道：你们对这里感觉怎么样？住着还适应吗？挺好的。秦傲雪笑嘻嘻地说道：住得好，吃的也好。随即他又一脸笑意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大师，我们在讨论武道的事，刚才若离姐姐说我们吃过您给的丹药，入门会更快一些，是真的吗？叶晨点了点头，笑道：你们俩只要掌握了运转真气、气沉丹田的方法，很快就能直接跃升至2星甚至3星武者的段位。秦傲雪又道：刚才若离姐姐还说，修炼武道就像练习腹语，看似很难，但只要找到其中奥妙就能入门。是。叶晨笑道：若离说的没错，我相信这么点奥秘对你们俩来说都不算难题。说罢，叶晨又道：这次要传授的太真混元道是我知道的最好也最全的武道心法，用它来打根基，绝对事半功倍。而且刚好这次请来的讲师在武道的明镜阶段有非常丰富的经验，而且对太真混元道的理解也比一般人精深许多，你们就跟着他好好修炼，一定能够有所成就。两人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，他们没入武道的门，还不知道太真混元道这套武道心法究竟有么珍贵。
叶晨这时又对身边的万破军说道：破军，你也趁这个机会好好学一下太真混元道的第1章，待你熟悉第1章的内容之后，我会陆续将后续的内容给你。你师尊留下的那套心法，在你突破暗境之后基本就没什么用了，真正适合你的便是太真混元道第2章以后的内容。有这门心法，你就可以期待化境甚至更高的宗师境了。万破军感激不已，恭敬说道：请叶先生放心，属下一定全力以赴。万破军知道武道心法的重要性，师尊丘致远那套心法虽然整体比较完整，但毕竟段位太低，如果拿数学这门学科来比喻武道，那丘致远的心法至多也就是个99乘法表的水平，拿着99乘法表是怎么都不可能学到函数、方程式、微积分等等知识点的，更别说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猜想。拿着99乘法表一样的心法，别说到暗境，就算想修到明境大圆满都很难，否则的话，师尊也不会到处云游寻找突破，甚至不惜为了突破而加入破清会。而叶晨也跟他透过底，告诉过他太真混元道足足有3卷27章，是最全面最详细的武道心法。虽然太真混元道的第1章相比丘致远的心法虽然级别上没有太大的提升，但它毕竟是一套系统的知识，只有用它来打基础，再结合后面逐渐提升的内容，才能学到更高深的知识点。叶晨与几人说话间，洪长青身穿一袭灰色道袍，迈步走入练功厅。洪长青一出现，不少学员立刻停止交谈，目光都聚集在了这个仙风鹤骨的老者身上。洪长青别看实力一般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道，确实在他身上沉淀出了几分超凡出尘的高人风范，再加上修道之人基本上常年处于半辟谷的状态，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，导致他们一个个都枯瘦如柴，而苦修武道又让他们枯瘦的身躯看起来非常硬朗，这便给人一种高深莫测之感。再加上那一把白花花的长须，更是高人气质爆棚。他这种气质在玄学圈乃至艺术圈都是非常了得的加分项。就拿导演、画家以及算命先生这些职业来说，你要是连个大胡子都没有，谁都会觉得你多少差点意思。你要是留着一把大胡子，哪怕只是拿画笔随便在画布上龙飞凤舞的画上几笔，也会引发一众拥趸欢呼喝彩。气质非凡的洪长青迈步来到叶晨面前，微微躬身，语气尊崇地说道：叶大师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您看您要不要跟大家说几句？叶晨笑道：洪天师，这里是你的主场，我就不喧宾夺主了。洪长青点点头，随即看向叶晨身边的万破军，他猜出这位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万龙殿殿主。此时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万破军的实力，便猜测他的实力必然已经到了暗境。叶晨此时开口道：洪天师，你跟破军应该还不认识，来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他就是万龙殿的殿主万破军。洪长青拱了拱手，礼貌地说道：万殿主，久仰您的大名了。哪里哪里。万破军微笑着说道：在这里没有什么万龙殿的殿主，只有学生万破军，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还请洪天师不吝赐教。洪长青受宠若惊，慌忙表态道：万殿主放心，洪某自当毫无保留。说完，他看了看时间，现在还差2分钟到8点，于是便是叹性地问道：叶大师，时间快到了，那属下就直接开始。叶晨笑道：洪天师，正式开讲之前，先跟大家简单说几句吧。洪长青有些尴尬地说道：叶大师，您和万殿主都不讲话，属下哪能班门弄斧？叶晨认真道：术业有专攻，就算破军的实力在你之上，但他在武道上的基础远不如你这般牢固，而修为越往后，越考验前面的基础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你是他当之无愧的前辈。万破军也非常谦逊地说道：叶先生说的没错，洪天师，万某算是野路子入门，虽说侥幸得到叶先生帮助，提升到了暗境，但如叶先生所说，万某的基础确实差上不少。
宛如地基还没打好，但已经仓促盖了10层的楼房，看起来似乎已经比其他8、9层的建筑要高上些许，但若是不抓紧补救，将来恐怕很难再继续增长，所以还得跟洪天师多多学习，争取将这基础夯实。洪长青没想到万破军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在自己面前也能如此谦逊，顿时备受鼓舞。而他更没想到的是，叶晨竟能在已经进入暗境的万破军面前如此肯定自己。一向精于算计的他，心中竟不免有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动。于是他双手抱拳，恭敬道：洪某承蒙叶大师与万店主信任，此番开讲定将不遗余力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